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3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449.52，收盘价是431.66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50。最低价是在426.5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8266.68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7 倍量增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即迅速下跌，下方是在427附近遇到了支撑。然后呢，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当日股价的低位震荡。那最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。那收盘价不仅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同时呢，我们也会看到它也在12月24日这根绿 K 最低的下方。那么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呢是略有量增，那出现这样的走势和成交量呢，都预示着股价日后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如果在12月30日没有多头力量进入，那在这个地方会很容易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，那么股价呢将很有可能会去测试20均线值。包括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415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单一 K 线而言。那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，在12月26日和27日这两根 K 线，如果我们把它合并，这是一根实体长红 K 线，左面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左长绿右长红，然后股价的位置处在相对于高的位置，那么这是典型的我们把它称作叫长红吞噬。那这是典型的高位反转向下的 K 线组合。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两根红 K 的成交量加在一起，相对于这根绿 K 的成交量呢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。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反转向下的K 线组合呢，也将预示着日后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那么要瓦解这样的长红吞噬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只有股价出现高开高走，并且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右长红的最高，也就是465这个位置，那出现这样的走势才有可能瓦解这个长红吞噬下跌的动能。那否则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跌。那继续下跌我们刚刚说了，就是要测试20均线值，包括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415这个位置。说如果没有出现下跌，例如20均线值如果能够支撑住股价的话，那么在出现这样的长红吞噬之后的K 线呢，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，在
12月30日如果没有高开高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，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0日均线值的，然后出现新低，或者说是出现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刚刚 K 线信息解读的一个结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44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470附近。而实际在12月27日收盘价是在431.66，股价出现了回档。其实不仅是回档，这是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不仅是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同时性质也是不同。我们预测的回档呢是不跌破5日均线值的，而实际发生的这样的下行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。实际发生是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在这个地方是留下了一个缺口。好，那么股价出现这样的下跌呢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12月3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415，是这个前低。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日后如果跌破了415，上方有头低，下方有底低，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，那特斯拉股价的短期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，那股价的收盘价也就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。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呢，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那么在到达要想跌破415之前，目前的支撑一个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426附近，还有一个就是20日均线值，在12月30日我们测算将会到达418附近。对，那么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到达415之前的强支撑。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被跌破，我们说的是重要标志。例如，如果股价收盘价跌破了426，那么也就确认了这个长虹吞噬，股价一定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例如，如果股价如果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那么这样一个目前这一波股价的上涨，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。对，所以呢，这取决于多空双方的力量或者博弈。对，所以这两个位置是关键标志位，也是强支撑。好，那一旦415被跌破，空头趋势被确认，那么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。那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27，然后是下方的309。当然，在到达327之前前面这些上涨 K 线的最低呢，都将会成为支撑。尤其我们会说400关口将是一个支撑。那如果我们找到400关口的话，我们会发现正好是12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它将是一个强支撑。然后还有一个支撑位就是在350整数关口，它也是一个强支撑。那如果我们找到350呢，其实我们会看到是12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348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强支撑。那这两个支撑我们认为是到达327前到达327之前的两个重要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上行的目标不变，仍然是480到488.54这个位置。我们仍然因为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还没有被瓦解，所以我们仍然坚持之前在12月13日我们给出的推断，就是股价这一波上涨会涨到480，然后呢回档会回到430附近。如果再次出现上涨，
能够站上480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，那这一波涨幅将会到达655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刚重复的之前的这样一个推断。好，那目前股价我们会看到啊，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又遇到压力，出现了回档。我们认为只要下方啊不跌破20日均线值，或者说是不跌破415，那么股价仍然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内啊，股价进行横盘。横盘之后呢，然后再去选择向上突破，然后呢，来完成这一波涨幅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之前给的那个推断，目前还没有被瓦解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会把它仍然放在480到前高488.54这个区域。好，那么到达它之前，目前465这个位置是强压力。那这个位置啊，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位置，将会瓦解这个长红吞噬的 K 线组合，那么股价呢将很容易会到达480或者是488。一旦这个位置被突破，那么我们认为500关口也将有可能会被突破，会继续有上行的走势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第二个目标就是500关口，第三个目标我们还是把它设在655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12月3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我们之前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450，它也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附近然后呢，同时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附近。我们定义的观察是在这个位置，而在12月27日盘中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跳空低开盘，最高位就是在450，而整个在盘中呢，股价都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好，那么到了12月30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440这个位置。440它正好也是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，然后呢，440也正好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限，也就是在12月30日盘中，如果股价能够在440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。对，但是如果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尤其是在股价反弹到这个位置而不能突破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的走势。对，所以在12月30日盘中，我们要特别关注440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23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我们把它称作叫天剑线。天剑线的特征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然后下方实体很小，甚至是一条直线，然后呢下方还有短的下影线，在高位出现天剑线，这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我们也会看到在前一个交易周这也是一个含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。那么这根 K 线我们把它称作叫倒垂线，它也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么连续2个交易周出现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那日后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股价跌破了415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在周 K 线图当中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，很有可能会跌破5均值，然后呢会
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档。对于周 K 线图来说啊，一旦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跌破了415，那么下方呢，这个支撑一个是378，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，还有一个就是在347这个位置，这两个位置将会成为支撑，尤其是12月2日当周的这根 K 线，它的最低是在348附近，其实也就是350关口，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那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也就是它瓦解了这一波的上涨，这是齐涨的这根 K 线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出现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的一个下行走势。如果要瓦解这样的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那股价首先要站上465，还有一个就是要站上488.54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对于这样一个反弹的走势，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股价只要不跌破415，就会出现反弹的走势。对，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交易周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收低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。我们预测在12月23日当周股价如果收在高位，会收在470附近，如果收在低位呢，会收在395附近。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420这个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在周中啊，大部分时间股价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呢，虽然没有收在高位，但是呢是收在了观察线的上方。好，那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我们预测如果股价如果能够出现上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盘在480附近。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，对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如果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370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对，那么在周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415这个位置。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只有在415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会有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说是横盘。但是股价一旦是在415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很容易会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65%的多头仓位，然后成本价是在367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对，我们最后一次加仓是在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在470附近，465附近。是5%加仓才到达的65%。好，那么对于这个多头仓位呢，我们之前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，目前股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那么这个仓位可以停利出场，也就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那么我们还给出了止损位，我们给的是415。那么对于这个仓位，到了12月27日收盘价在431.66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虽然我们在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例如在这个地方是连续2个交易日是有下影线，然后呢股价也是临近415和20日均线值。那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，股价很容易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。虽然我们在 K 线信息解读是这样推断的，但是从技术上的操作来想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
继续加仓的，因为出现了长红吞噬，然后下跌的过程当中成交量增，所以多头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。好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到了12月30日，我们给出止损位，我们继续守415这个位置。虽然说20日均线值会在它的上方，那么我们呢就是说继续守415，就是这个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确认空头。那我们现在要守的位置就是只要这个空头不被确认，那么股价仍然会有反弹的走势。例如股价在盘中很有可能会跌破20日均线值，甚至是跌破了415，但是收盘价这个如果能够回到它的上方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股价日后呢也会有进一步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。所以说对于多头来说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仍然是守415。守415不是说对于仓位的止损位设在415，而是等到盘中收盘之后，如果收盘价跌破了415，才可以止损出场。对，在盘中如果跌破415是不可以止损出场的。例如我们刚刚说的，如果出现大幅的下跌，一旦股价跌深之后有多头力量进入，再把股价推回到前低的上方，生成一根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一根蜻蜓线，那么在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也就是说股价下沉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势的反弹。对，通常我们观察K 线的走势股价如果是有向上的愿望的话，例如目前的这个走势，如果在这样的一个K 线，这几个交易日 K 线信息我们如果对它进行经验的判断，通常股价如果要上行，一定会继续下沉，然后再上行。但是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直接向上呢，其实我们认为是不利于股价有大幅的突破的。对，所以呢如果在接下来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回踩到20日均线值，然后收盘价再回到415上方，那我们认为将会更有利于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对于空头，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是450这个整数关口，一直到上方的465，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因为这两个位置是关键的标志位，一个是这根 K 线的最高450又是整数关口，另外一个就是465，一旦股价站上这个位置，将会瓦解这个长红吞噬，所以这个区域一定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所以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除了突破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之外，这个区域将是强压力。好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415，跌破这个位置就会确认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那这样一来，空头就会有信心继续加仓，而推动股价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2月3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呢，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441到447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441是在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那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450，它
它也是整数关口。第3个压力位是465，第4个压力位是从480到488.54，当然再向上的压力位就是500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426，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在415到418之间，第3个支撑是我们取整数关口400关口，第4个支撑是350，在这个位置更下方。对，好，那么对，这是我们说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其实我们会看到，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是有强压力的，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是有强支撑的，尤其是20均线值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。所以我们说，在接下来的1-2个交易日我们认为多空双方如果不选择方向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但是呢，股价日后的上行和下行呢，这取决于多方的力量，这是我们的认为。对，因为空头目前虽然是有空头力量进入，空头是很容易被瓦解的。那么所以取决于多头力量，就是只要有多头力量进入，股价一定会出现反弹。对，也就是当然会出现反弹，那反弹之后，我们认为一定会有可能站上465的，是这个，我们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2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35，上方会到达465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60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3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反弹。好，第二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。这是我们给出的第二个观点。当然我们认为就是我们认为第一个就是在12月30日股价一定会反弹，这是我们本频道的一个观点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如果出现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呢最高在盘中股价会到达440，下方最低会到达420，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428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4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这个所谓的下行其实我们给出的第二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也就是下方呢很有可能去回踩到20均线值而遇到支撑，然后股价会收盘价收在前面这根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对，这是我们给出这样一个横盘向下的可能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